Hello，大家好，阿润才的生活太久没有开箱了，开场白都有点口吃啊。好，今天呢是要开箱一个帐篷哦，是维达利多的这个叫半山中号 M size 半山喷山的这个帐篷哦，卡其色的。首先呢要是 Gumeri 哦，我的常客哦，他借我做这个开箱 ，Thank you， 谢谢。好，马上开始吧。好，首先呢，这个就是这个帐篷箱子的这个尺寸哦，是64乘24乘30 cm， 产品重量大概12公斤。展开来呢，这个帐篷的尺寸呢是330乘220乘185 cm 的高度，所以整体的高度呢会比那个挪克乌吉13来的高度是差不多，但是宽度呢、深度呢就会略小一些哦。所以它属于一个中号的一个帐篷，乌吉13就属于一个大号吧。好，一打开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收纳袋哦，好吧，就有这个帐篷的这个造型在这里哦，半山中号 Vitalito My Life with Outdoor， 这是阿润才第一次开这个 Vitalito 的帐篷哦。好，除了刚才那个袋子呢，里面呢还有一个箱子哦 ，Made in China。好，这就是所有的这个杆子哦，帐篷的杆子。因为呢，这个帐篷呢，它不是自动帐哦，就是说需要自己手动来组装哦。它附带的这一个收纳袋哦，是这种格子布，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帐篷的杆子呢都收在里面。好，首先呢就把这些杆子组装起来吧。感觉上是铁质的这个杆哦，这两根呢应该是帐顶上面的一个十字的一个杆，这个十字再加上一个中间的横杆。这两个比较长的呢就是那个交叉十字交叉杆，有好多杆子哦。铁质的，并不是铝杆哦。好，这个有红色的雷勒的是中间的部分。这有4只，是4个角。所以很多人呢，一开始刚露营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点害怕自行组装帐篷哦。阿润才觉得呢，不需要太过担心哦，只要事先呢读好这个说明书的话，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困难的哦，只是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搭建，其实蛮容易的。好，所以呢，手动帐呢有它的好处哦，因为它的这些配件呢是一根一根自己组装的，如果是哪一根坏的话，要换的话就很容易。好，其实还附赠了2根这样子的天幕杆哦。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袋子里面哦。好，第一次开这个维达利多的这个帐篷哦，所以感觉呢，它的整个包装呢会比挪克来的略低端一些哦。而且也可以看到它的风绳呢，它的这些风绳扣呢都是塑料的哦，而且这个线呢感觉会没那么紧实，而且也没有这个荧光的反光角。好，看起来1、2、3、4、5、6、7、8，总共有8根这个风绳。好，地钉呢是属于这种，应该是有20 cm 长的这个地钉吧，大概有25 cm 哦，比这个挪克标准的25 cm 地钉大概短了一点点。大家看到吗？就短了那么一点点。好，所以其实不太复杂了，只要把这一个帐篷杆全部组装在一起，再把地钉钉下去，风绳拉紧。主要就是要学习一下这种绑风绳的一些技巧。其实有机会阿润才再出一个短视频，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收纳袋哦，是双头的这个拉链啊，这里还做的蛮精致的，有维达利多的这个 logo。哦，整体的这个质感呢是略薄了一点啊，这个提袋呢也不是很大条，比较薄款。哦，亚伦才会习惯性的跟挪克做一个比较啦。哦，因为可能价格就在那里不一样，所以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一个维达利多的产品不好哦，因为其实它的整个车工主线也是做得很工整的哦，该有的东西都有。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货号。好，半山 M， 货号呢是 TV 096，OK， 卡其色哦。这个就是帐篷主体咯，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这里还有维达利多的这个标志，2个魔术袋。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一个搭建的这个说明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它的外帐呢是 150D PU， 防水1500mm 钛银的这个涂层，底部呢是200D PU， 防水是2500mm 哦。外帐好，对，外帐尺寸呢是330/320/185，内帐320/210/180。哦，总共是12公斤这样子的一个大小哦。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这些尺寸的这些资讯都在这里咯。哦，首先呢，插入这个最细的这个交叉杆，顶部的交叉杆，一共有2根。好，第3根呢也是这一个细的，把它插入中间的部分。好，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好，把它插进去的话，画面大概是这样哦。它这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管套，对，十字，这里是十字，再加上一个顶部的横杠总共3根杠。之后呢，再把它放进去这个黑色的这个塑料套里面呢，基本上这个顶部就成型了。好，接下来呢，就把这个顶部给撑起来。好，阿伦才在组装的时候就发现到了哦，其实这一个关节的部分也是有分粗跟细的哦。顶上的部分呢是要用这个有这个内里面会有一个这个线条的，连接这个顶部。这里呢其实它的这个孔径呢会比较大，一个比较小。如果弄错的话呢，这个下面4根角的地方就插不进了。基本上差不多成型哦。好，现在要插最后一根，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实际的操作。好，首先呢，上面这里呢，直接，好，这一个其实刚才也弄错了，这个是孔径比较小的部分，换一下。所以看到吗？其实就算弄错了，要跟换起来就蛮。好，把这个红带的部分是中间的这一个杠哦。好，大家看到吗？下面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插销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不需要用很大的力，只很容易呢就把它固定进去。好，按照惯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整个帐篷。首先呢是已经组装好内帐的部分哦。它的色调呢跟乌吉13是非常相似的。这里都有这个网布，摸起来呢，跟挪克是有一定的差别，感觉它的质感会比较粗一些哦，可能也比较粗犷，也比较耐用吧。旁边呢可以看到吗？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开口哦，所以呢，它旁边呢这个外帐呢的屋檐也可以撑起来哦，当做一个侧边的一个门。好，上面的部分呢，全部都是这种网布哦，所以我们正面看起来呢，就是一门一窗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哦。好，我们再看一下旁边。好，这里呢没有门的部分呢，就底下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通风孔哦，所以这个晚上呢开启起来呢，其实会很凉快哦。
后面的部分跟前面也是一样的，一个门一个窗。好，我们看一下一些细节的部分，拉链呢是这样子的哦，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塑料的一个扶手的把握处哦，拉起来呢也很顺滑。好，旁边呢也有当然这一种有配合橄榄扭做的这一个固定的部分，可以这样把它固定起来。它的橄榄扭是这样子的哦。好，里面呢，刚才没记错的话是200D 厚度的这个底部啊，踏起来也是蛮薄的，所以建议大家也要买一个比较厚实的地布，避免被石头给弄伤哦。防水呢应该是2000 PU、2000 mm PU、2000 mm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得到吗？这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侧边的大门哦。我们看一下整个高度。好，看到吗？阿润才167的这个高度哦，在里面呢，其实至少有大概2到3个拳头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啊，所以如果不太高的话，在里面，在这个帐篷里面完全站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帐篷中间呢，它已经有了这一个已经车在一起的这个隔帘哦，而且它是有这个拉链的。好，拉链呢，就中间的部分有拉链，下面的部分呢是没有固定的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当然呢，这个门帘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一个橄榄钮做这个左右绑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窗口的部分哦，是这样子哦，也是双头的一个拉链。这里呢就有一个收纳袋哦。下面这个通风孔，你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非常大的一个通风孔。就是说呢，在下雨的时候呢，就算你的外帐完全遮蔽的情况下，只要把外帐向外拉得远一点的话，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通风的这一个效果。好，这里也是一个窗口。好，所以整体的设计呢，大家看到吗？是一个一室一厅这样子的一个构造哦。好，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这个部分呢，大家看到吗？就有一个挂钩哦，可以挂灯，这里就不能挂风扇，因为这里有一个阻挡。另外一边没有挂钩哦，只有一边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挂一个灯，所以整个帐篷呢，其实只有一个挂点哦，大家看到吗？所以这一点可能就不太理想，但是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那种磁吸的这个挂钩就没有问题了。好，整个帐篷呢，内帐呢就是属于这一种比较薄的、蛮透光的这个布料。好，还有什么吗？好，这一个呢是可以打开的这个侧门，下面也有这个橄榄钮可以做这个收纳哦。好，所以呢，大概3.3乘2.2这样子的一个大小哦，但是内帐呢其实是3.2乘2.1这样子的一个尺寸哦，感觉上是比较适合2个人，2到4个人都可以，所以里面呢放上2张双人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阿文才给的一点意见是，如果它这一个门呢左右可以对调，就是以一个对角线的形式呢，就是说2个房间呢都同时都有门的话，这样会不会更方便一点呢？好，旁边呢都有这一种锁扣哦，可以把这一些撑杆给固定住。下面的部分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插销这一些铁环呢，感觉都很结实。好，这一个扣呢是固定外帐用的，这个呢就是打地钉用的我再看一下这一些衔接处大概是这样子。好，看起来没有做额外的这个夹布。好，大概是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把内帐给披上去看看吧。好，接下来呢要把这个外帐给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帐篷的效果。先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涂层呢，所谓的这个钛银跟这个罗克的钛黑胶有点相似，但是感觉会比较薄一些。大家看到吗？就是所有的边缘的部分呢，都有做这一个侧边，整个东西也做得蛮工整的。这些固定的部分呢，都有做这一种加固
好，不会太难哦，就把整个外帐给整个加上去了哦。所以是185的这个高度哦，颜色设计看起来跟挪克的这个无极13真的非常类似，但是摸起来呢我肯定的这个外帐的它的厚度呢是比较薄的哦。所以呢，看到吗？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这一个挂点哦，这个就是旁边可以开启的这个侧门，大家看得到吗？好，旁边呢的侧门的部分，我们看一下拉链怎么样。拉链呢，基本上跟内帐呢是同样的拉链哦，并不是后款的。好，拉起来呢，哦，这个前面呢就是一个大概是1.5米到2米这样子的一个侧门，哦，侧边的一个屋檐。这里呢有一个 Vitalito My Life with Outdoor 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哦。好，所有的这个角落呢都有这一个锁扣哦，可以跟这个内帐连在一起。好，这就是在整个内帐就是套上去的整体的效果。好，这里就是旁边呢有那个通风孔的部分的，所以呢，当这个内帐呢在营地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地钉把它给这样子钉在一个离内帐有一点距离的一个地方呢，所以风呢就会从下面呢通过这个通风孔进入到这个帐篷里面，所以就有这个通风的效果咯。哦，如果把这个外帐距离内帐钉得远一点的话，其实也有把这个雨水隔离的这一个好处。哦，但是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帐篷呢是没有雪裙哦，所以在大雨的时候呢，也有这个雨水从下面渗进去的这样子的一点风险。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前后的这个部分呢是一样的，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的一整片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启哦，所以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缺点就是整个这一个东西呢，整个这一片外帐呢都需要撑起来呢，那个窗口才能够起到作用哦。如果是挪克无极13的话呢，它这里呢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开口，通过拉链来开启，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半封闭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是绑风绳的这个挂点哦，看起来制作的都蛮 OK 的。好，最后呢再把这个前面的屋檐撑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哦。阿伦才用的呢是自备的这个地钉跟风绳哦。好，这个附送的这个门庭杆呢，我觉得大概是160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好，我们绑上去看一看吧。其实阿伦才一开始绑错的地方哦。这个贴木杆呢，应该绑在中间的，比较靠中间的这一个部分。这里呢还有一个铁环哦，所以这一个前庭的设计呢是有这样子一个左右屋檐的一个设计的。好，前庭呢大概已经弄好了哦。由于它附送的这一个门庭杆呢只有1.6米的高度哦，所以它整个前檐屋檐弄起来呢其实是有一点矮的哦。大家可以看到吗？这里有一个锁扣哦，就是在封闭的情况下可以固定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好，所以整个造型呢其实跟无极13是非常非常相似哦，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大家看得到吗？好，左右两侧这里呢，可以通过风绳呢，其实可以再做一些这样子的拓展，哦，就是在它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遮光的这个面积。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部分呢，其实这一些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地钉呢，把这个整个帐篷呢固定的更漂亮一些。所以整个帐篷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哦。阿伦才是建议呢，这里可以用可能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庭杆呢，这样子前面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呢，就会大大改善哦。目前是非常矮的。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完全是站不起来的，这个屋檐会直接盖在头上面。所以只要把这个门庭杆升级一下，就会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哦。
所以整个配套呢，它只附送了2根1.6米的这个门厅杆，所以是有点不太够用哦。所以最好呢是前面这2根呢升级到大概2米这样子的高度呢，就非常的舒适了哦。大家看到吗？现在，哇，现在刮了一阵风哦，整个帐篷摇摇欲坠。所以呢，在营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把这个时时要把这个地钉固定好哦，不然随时都有整个帐篷坍塌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好，最后来说一些优缺点吧。维达利多半山这一个帐篷呢，我觉得呢是一个性价比蛮高的哦，大概在一个这样子马币的一个价位，可以为2到4个人呢带来一个非常安定非常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露营的一个营帐。前面呢都有这一个侧翼跟这个前沿的部分材料呢虽然用料比较轻薄，但是也有这个比较轻便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是轻量级的这样子的一个露营的爱好者，这个将会是蛮适合的一个产品目前它有军绿色、黑色、卡其色、米白色这几个色系所以整体的造型呢就是这样子深咖色的，这样子深咖配上里面的这个卡其色的这个颜色配搭好，这个就是维达利多半山中号的这个帐篷的整个开箱的过程咯。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留言、分享、点赞哦。这里是阿润财的生活为你带来的露营用品开箱。